台湾人会用简体字吗？我想说说我的看法。因为我们是中国人，就该用繁体字。我们在台湾呢，所受的教育呢，就是学繁体字，从来没有学过简体字。你知道为啥繁体字比简体字更有内涵吗？为啥呀？你看，以前的听有耳、有目、有心，听人说话要用耳听，用眼看，用心记。现在的听呀，耳目心都没有了，变成了一张口就斤斤计较，那还怎么听得进去呢？你再看以前的导，上面是一个道，要教导别人呀，自己要先有道。现在的导呀，道没有了，导而无道，难怪现在很多专家都不被大家认可。台湾最大的特色不是风景，不是小吃，不是101，而是繁体字，保留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，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哦。我给你举例吧，发财发现我们用这个发，头发毛发我们用这个发，天上的云我们用这个云，人言可畏，人云亦云，我们用这个云。一开始大陆也是用繁体字啊，但当时在建国时期，因为经历了抗战，于是港澳台呢继续把我们中国文字的传承以及历史保留了下来了。台湾读中医用的这些书籍是属于正体，每个字有它不同的含义，千万不要随便去改掉。例如中医的特别强调气血，那这个气没有米何来气呢？所以有米跟没米的气是不一样的。好吧，我孤陋寡闻了，我不知道有新华日报，它是中华民国28年1月3号。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认识繁体字，我们的下一代人也不认识繁体字，未来有一天我们就彻底的丧失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言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国大陆都写简体字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起初看到台湾的正体字会有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，就是写得这么复杂，多麻烦呀。一个丰收的丰，3横一竖，4笔就写出来了。台湾的正体字却要写成这个样子，还有龙、龟、岩、造、经等。如果只是为了传递资讯，当然是越简单越好。但台湾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使用正体字呢？直到最近几个网络火爆的影片，不得不让人深思。我们一起看这段影片。呀，这个字念啥？这个念买，这个念卖。这以前的繁体字下边都有个贝字，你看现在的买卖，做买卖的把宝贝丢了，只能以次充好，货真价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了。以前这个产字上面一个产，下边一个生，现在这个产字没有生，光剩下产了，产而不生就不用自己生产了，贴上个标签就算自己生产的了。所以批发公司越来越多了。以前的厂是厂加一个敞开的厂，就敞开大门做生意。现在的厂只剩下上面一个厂字了，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没有真东西，怎么能够敞开大门做生意呢？你讲。现在呢，一两点没几日，将近是得了只有点点日，往年为出家人给的日子，毛这些大能干过的苦的。什么字是吧？这个什么字？你们老师教的。看到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拆解后，大家有没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呢？以前看文字，大家是不是注意力都集中在它怎么读，很少人会去思考当初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。尤其是正体字，当你把它这个结构拆开后，会突然发现，原来中国每一个汉字都不只是人为发明的人工符号，而是天地自然、宇宙万物奥秘的缩影与密码。但是有些繁体字已经不再使用了，所以感觉很可惜，或者是用其他的同音字替代了，有的差距很大，和原来表达的意思已经很远举例，地灵人杰，这个灵下面是一个巫师的巫，中间是3个口，上面是下雨的雨，所以以前就是这个祭司透过一些仪式祈求上天下雨，这个是灵也是我们灵魂的灵。其实其他的字还有很多，比如宝贝的宝、爱心的爱、亲人的亲、国家的国等等，这些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看繁体字，它那个一呢，其实是一个抢救病人的一个过程，是吧？这个一呢，就是一个这个小方块里面有个剑，就是说这个人身上势在肉中，中箭了，是吧？边上这个书呢，是指的镊子啊、钳子呀这些
手术的工具，底下呢是个酉，是指消毒和止疼麻醉的用的那个灸。整个这个一的图案是完整的一个抢救病人的一个图案。发没发现水的尸体它是尿，然后女的尸体呢它是屎。富这个字儿有房子有田，而且汉字从2点水到3点水再到4点水，温度是越来越高。比如说冷，再到3点水江河湖，然后再往上到了4点水坑蒸湖。而且你可以试试，当你读唇喉齿舌的时候，对应的位置它在发力。自由2字看似有条条框框，可终有一笔可以冲出牢笼。再比如正体字的国，古代甲骨文的国字，左边呢是一个口，代表着内城与外城，右边呢是一种兵器。戈，国字代表着守卫的城池。还有灭字，由3点水、戌、火3个部分组成，源于五行学说，水克火，戌代表土，而土生于戌，胜于戌，火生土，土则泄火。从灭的字形可以看出，用水浇和用土埋可彻底灭火。灭字的威力才更强大。但被简化后的灭字去掉了虚土，在火的上方只剩下了虚土的一个短横，这一点点的土怎么能灭尽火呢？繁体字其实准确的讲应该叫做正体字。我建议大家培养小朋友的话都要学习这个正体字。我们的正体字非常伟大，因为它每一个部首都有它内在非常强大的含义。当你把正体字每一个部首能够了解以后，随便组合这些部首造出来的字，不用学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。这也引起了很多大陆人的共鸣，并展开了激烈讨论。下面呢，为您推荐一款源自北欧高品质的保健品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呢虽然持续延长，但健康寿命却没有同步增加。因此，近年来健康长寿已成为全球科技、生物医学和富豪们竞相投入和关注的新方向。人们追求的呢，不只是活得更久，而是健康的活得更久。想象一下这两个场景：75岁的你面对着慢性疾病，坐着轮椅或卧床，失能、疼痛，需要长期依赖家人的照顾；另一个呢是75岁的充满活力的你，自由旅行、散步、阅读，陪伴家人，享受美食。健康长寿并非遥不可及，它来自每天的累积、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、充足的睡眠、管理压力，以及补充身体所需的关键营养。我呀，为您推荐一款92.5%的高浓度 NNP 鱼油。这款鱼油呢，采用的是北欧挪威的Pax 无污染深海沙丁鱼，以制药级的精准度研发，最纯净的天然 TGN 形式制成，极易为人体吸收。NNP 鱼油与市场上鱼油最大不同就在于其高浓度，一般鱼油只有20%至40%的欧伽米3含量，而 NNP 鱼油呢，则含有92.5%。并且呀，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临床研究结论，高浓度鱼油支持端粒健康、抗衰老。40多年来呢，历经全球数百项独立临床研究，获得美加欧所有主要认证，为您的心血管、脑部健康保驾护航。NNP 越橘精华呢，呵护你的眼部健康。老化呢是自然的，但健康的变老是一种选择。两种产品呢协同作用，超强抗炎抗氧化，提升免疫力。现在呢买6赠1优惠，不要错过。购买链接呢我放在描述栏了，快来选购吧。河南网友说，这么一说，有个大胆的猜测，会不会我们的汉字存在无形的巨大的力量？汉字的改变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。安徽网友说，中华民族文化在对岸，大陆早就是俄国人的文化了。山东网友感叹，看来字典里的字被敌人改了。也有人细说，共产党选择用简体字，把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留给了台湾。所以在华文世界里，都知道要了解中华文化，不是在大陆，是在台湾。还有台湾人表示，他们从小就学习繁体字，觉得很有历史感，字体也很有艺术感。确实如此。当台湾小孩子每天翻开绘本写下的汉字，跟几十年前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爷爷
奶奶小时候接受的文字是一样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储存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字怎么写，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延续和传承。所以说呢，这可能早就不是繁体还是简体这么简单了，它是从小看到大的文字，在生活里一直存在的东西，背后连着一代又一代的记忆。冲动的冲，然后吃乌冲，这是台湾的注音符号，也是就是我们大陆的拼音。然后这个，哎，儿子，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行啊。行代表什么？它的部首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行就是冲动的冲的部首。然后这里嘞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这边它有15笔，1笔、2笔、3笔。哦 ，OK。9嘞，9是什么意思？9是它用完部首，它有9画。哦，把它的部首去除以后，它还有9画是吧？事实上，汉字还拥有一些独特功能，如祭祀、驱邪、招福、治病、算命、预测未来、沟通神灵和动物等。据考古专家发现，古人通过文字和神联系，能预知未来。中国汉字如歌、如画、如符咒，是全息的信息载体，拥有强大的能量场，贯通了更大宇宙空间、更高级生命的讯息。同时呢，也有很多有趣味的历史故事流传。据《正史旧唐书》记载，韩愈上任潮州刺史时，得知鄂西中有鳄鱼伤害了百姓的牲口，于是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，劝诫鳄鱼搬家，向神明祈祷后焚烧祭文。当晚刮起了暴风，雷电大作，鳄鱼仓皇南逃到60里外。又传明朝末年，李自成大军压境，大明王朝即将灭亡之际，崇祯忧心忡忡，便派太监出宫微服册字。太监先后写了有、明等字，册字先生说有字是反字出漏头了，宦官又改说是有字。册子先生说有字也不齐，乃大字掉了一半，明真字去了半边，大明江山难保。3个同音字册下来，皆是不祥之兆。崇祯皇帝害怕砍头去足，第2天便上吊了。由此可见，汉字是神物，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可洞察一切。其实世间一切也都是有序的，都是有定数的。神传的汉字也是如此，都是依据天象而显现的。所以说，用第三者的视觉看台湾，它就是在储存传统文化。虽然对于台湾人来说，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，但对于很多大陆人来说，想要了解传统文化，可能就要去翻古书，去博物馆找，最终也未必能找到传统文化的原貌。大家喜欢正体字吗？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